这个变量的类别。我们都知道用户值单元分为两个区，一个是代码区，一个是变量声明区。那么在变量声明区呢，我们声明的这个变量主要分为5种变量，一个是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和临时变量，还有静态变量、外部变量。局部变量就是在 var 和 nvar 之间定义的这个变量，它就属于是局部变量。局部变量呢是具有保持性的，也就是在 var 和 nvar 之间的定义的变量就是局部变量。var 和 nvar 之间定义的变量，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变量都是一个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就是在所有的 POU 里面都可以调用。那么什么是全局变量？怎么添加全局变量呢？我们左键单击应用，添加对象，全局管理列表。那么这个里面定义的变量就是全局变量。Global 里面定义的变量就是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就是在所有的功能块、函数、程序里面，所有的用户值单元里面都可以调用这个全局变量。内部的局部变量，比如说这个 FB 的内部的这个局部变量，它只对 FB3 起作用。那么在 FB1 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去调用 FB3 的这个局部变量的，它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它有范围限制。临时变量，临时变量就是在 temp 之间定义的这个变量就是临时变量，用于临时存储数据。临时变量不具有保持性。静态变量，静态变量就是在 start 之间定义的这个变量就是静态变量。静态变量具有保持性。外部变量，外部变量是 internal、external 之间定义的变量就是外部变量，用于导入外部全局变量表中已经声明的变量。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在全局变量已经定义了一个变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去调用全局变量里面的变量。这里面的变量就是全局变量，我们在这里定义一个变量。我们在全局变量里面定义了一个变量，我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引用全局变量，那么这个变量就可以在程序的用户程序里面进行一个，在这个程序的代码区进行一个调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由于这是个全局变量，那么它对所有的程序它都是有效的，所以说可以在程序的代码区里面直接调用这个全局变量的这个变量。形参对于 POU 的形参主要分为3种，一个是输入输出和输出，以变量的形式进行定义。Input 就是 POU 的一个输入形参，然后呢 Output 就是 POU 的一个输出的形参变量。In-out 就是 POU 的一个输入输出。双击进入这个功能块，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输入参数、输入变量、输出变量，然后呢局部变量。那么这个
输入变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回到这个五点击 FB3，我们看 FB3，这里有一个输入变量。那么我们回到这里，程序2 program 2里面 program 2对 FB3进行了一个调用。那么它的输入变量就是这个引角 BFB start 这个引角，这个引角就输入变量就这个作为输入引角。那么输出变量就这个，输出变量就作为一个输出在这里 IB state 这个输出到这个变量，点击转移呢这个变量，就这个 POU 这个程序的变量输出到这个程序的这个自己的一个局部变量。变量的作用域是指变量在哪个范围内有效，分为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在整个在整个 CPU 项目中是有效的，让在全局变量表中声明的全局变量对整个项目都是有效的。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添加的这个全局变量，我们在全局变量表里面定义的整个变量对整个 CPU 项目它是有效的，对整个所有的这个 FB 函数程序它都可以调用。局部变量仅对当前的 POU 有效，对其他的 POU 是无效的。也就是说，我们在 FB3里面定义的这个局部变量，对于 FB1 来说，它是无效的。那么在 FB1 里面定义的自己的这个局部变量，对 FB3 来说，它也是无效的，没有办法进行一个交叉这个调用的。变量的生命周期指的是变量的一个保持时间。临时变量仅在 PO 运行中有效，当 PO 运行结束，它就会被释放。变量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以及静态变量的值在系统中均能保质，不会被释放。那么它是有前提的，就是说没有掉电，就 PLC 没有掉电的情况下，这个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和这个静态变量它才具有保质性。大家看到没？这里就是这个 FB3 功能块，功能块里面有一个变量，就是这个变量。这个变量一直保持这个195。那此时我们把 PLC 停止了，我把 PLC 已经停止了，启动运行，停止运行。我把这个相当于把 PLC 停止运行了，但是它的值是保持的，不会变。但是如果说我把 PLC 直接断电的话，这些值它就会恢复为0，它就不再保持了。那么如何让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和静态变量具有掉电保持功能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通过关键字对变量进行一个扩展。这我们是 program 2进行一个扩展，编辑报错。OK， 那么我们加了一个扩展标识符之后呢，我们将程序下载到 PLC 里面运行。在这种情况下呢，即使 PLC 断电了之后，我们再给 PLC 重新上电，那么这些值都会保持原来的值不变，因为我们加了一个扩展标识符，它具有掉电保持的功能。
变量的内容介绍完成。下一个就是变量的定义语法。变量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普通定义，一种是直接地址映射的定义。普通的定义的话，我们只需要通过变量名加数据类型就可以了。如果我们要直接把变量跟实际的地址 PLC 的地址关联起来的话，我们就需要用到直接地址，就是这个 at。 首先讲变量名，变量名的定义。变量名不能包含空格或者特殊字符，不能是预定义的关键字，变量名不区分大小写，长度也没有限制。但是变量不能够重复定义，必须以字母或者下划线开头。这个 at 地址呢是直接地址，直接地址的意思就是它是直接映射到 PLC 设备的具体地址上的，也就是物理地址，以百分号开头，第一位为储存区的前缀， I 为物理的输入， Q 为物理的输出， M 是 PLC 的内部储存区。第二位为大小写的前缀， X 是一位，代表一位， B 代表一字节， W 代表一字， D 代表两字。最后的数字是储存区的偏移地址，比如说0代表的，比如说图上的这个示例 %MW0 就是映射到了 PLC 的 M 储存区的第0个字。后面的数据类型的关键字就是我们上一页的那个表上面的数据类型对应的关键字。最后这个变量的初始值的话，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来自定义的添加，可要可不要。初始值的话可以选择16进制或者10进制，16进制的话要加一个16进，如果是10进制的话就可以直接输入。初始值只在程序刚开始运行的时候有效。常用的数据类型有布尔型、整型、实数型、字符串型和时间数据型。其中整型变量当中有很多的类型，不同的区别是它们的取值范围不一致。在定义变量的时候，我们要依照变量的大小选择合适的类型。除了以上的这些常用的变量，用户还可自定义数组、枚举、结构体等一些特殊的变量类型。我们现在先讲常用的。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变量的初始化。在程序中，有时需要对一些变量预先赋予初值。Smart Control 软件允许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对变量进行赋予初始值处理。一般呢，在冒号等号的左边是变量名，然后是变量类型，冒号等号的右边就是赋予的初始值。下面我们通过软件进行一个介绍。我们将变量进行拷贝，我们将变量拷贝到编程环境里面。这里我们打开了程序一，然后下面是程序一的一个代码区，上面是程序的变量声明区。我们将变量拷贝到了变量声明区。拷贝完成之后，我们将程序下载到编译环境仿真环境里面。
点击运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量被赋予了初始值是 true， 这个变量的类型是不变型，它的初始值被赋予了 3.1415925， 然后 int 型的变量它的初始值是6，然后这个变量字符串型的变量它的赋予的初始值是 hello equals。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对数组、结构体等不出值是如何操作的。我们将变量进行拷贝，我们将变量拷贝到程序的变量声明区，编译没有报错，我们将程序下载到仿真环境里面，点击运行，我们点数组打开，可以看到这里的赋了初始值是12345，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点击停止，退出。这里的数组的元素是6个元素，这里的元素是5个元素，然后它被赋予的初始值就是12345。我们再看一下，它的元素有5个，然后被赋予的初始值是12345。这是一个二维数组，二维数组的话，它被赋予的初始值是一个1和3个7，被赋予了3个7，前面一个是1。我们打开可以看到，二维数组第一个被赋予了1，然后接着是3个7。这是一个三维数组，它被赋予了2个0、4个4、被赋予了2个0、4个4、2个3。运行，点开查看，我们可以看到它被赋予了2个0，它的成员4个4、2个3，对它的成员进行了一个赋值。对变量的一个初始化，我们就介绍到这里。